公司年会上，老公的小情人打电话来示威。我在三亚海边骑着你老公游泳呢。见状，老板临时决定将年会举办地改成三亚。走，我们一起去三亚。我们法务部的姐妹5年职业生涯从无败绩。放心，我可是上届武术冠军。你老公跟小三800年前的聊天记录我都能找出来，挂大屏上。至于我老板，他特有钱，一条腿30，两条腿50。他是冲着让那对背叛我的人付出代价去。半个月前，我正在家哄孩子睡觉，手机突然提示车辆入场，这是我们小区地下车库的消息。我知道老公回来了，以他的步程，5分钟后就能到家。可我等了半个多小时，也没见他回来。七伟，你在哪儿？不会的。带着好奇，我下楼查看，没想到亲眼见证了一场车内疯狂。更令我心寒的是，跟我老公做头发的女孩，竟然是我多年的闺蜜。我当场愣在原地，反应过来后，我恨不得立刻提刀杀了这对渣男渣女。想到孩子，我极力压下内心的愤怒，掏出手机，选择报警。你好，我要举报。半个小时后，两人被警方带走。由于证据不足，又很快被放了回来。就是朋友喝多了，在车里休息，你凭什么报警？休息需要拖成那样吗？经过这么一闹，我跟齐伟彻底撕破脸。我提出离婚，起初他并不同意。孩子还小，你闹什么离婚？这点事儿哪个男人没有？那我现在成全你，我们离。离婚可以，女儿归你，但你必须净身出户。齐伟，你不忠，被我抓个现行，还有脸逼我净身出户？条件就这些，你不签，我们就耗着。房子是婚后一起买的，房贷也有我一份，凭什么全归你？凭我挣的比你多。陈潇，带着女儿走，已经是我给你留面子了。明明是他睡了我的闺蜜，可在他眼里，犯错的人仿佛成了我。离婚条件没谈成，我俩就这么僵持了半个月。这期间，赵小琪联系过我数次，他还有脸来劝我放手。见是外地的陌生号码，我便接了下来。陈潇，你这样拖着有意思吗？阿伟都不爱你了，何必呢？那你叫齐伟跟我离呀！只要他净身出户，我立刻签字成全你们。这个时间段，全公司都在办公，我知道影响不好，可我控制不住情绪。阿伟根本不爱你，他爱的是我，不被爱的人才是第三者，懂吗？他知道我怕冷，特地带我来三亚过冬。此时此刻，我正在泳池里替着阿伟游泳呢。对了，阿伟还告诉了我一个你这辈子最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。你知道吗？阿伟说他一碰你就想吐。做女人做得像你这么失败，还真是少见。我生女儿时，因为顺产留下了一堆毛病，这些事情原本难以启齿，我只偶尔跟闺蜜诉苦，没想到现在却成了她拿来伤我的利器。3年前，她被前男友抛弃，开店赚的钱全被骗光，还欠下一堆债，被逼得差点跳楼。是我拿出齐伟给我的彩礼，帮她渡过难关，结果她现在勾引我老公，破坏我的家庭。贱人，诅咒你全家不得好死！陈潇，你抽什么风？不想干了是不是？陈潇，你抽什么风？不想干了是不是？上班处理私事，还把老板给砸了。我以为这回一定会被开除。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刚才听你说的那些话，是家里闹小三了吧？来，说说。老板，这是我的私事，不好说吧？跟家人有什么不好说的？潇潇，你别怕丢人，干坏事的人都不怕，你一个受害者怕什么？父母年纪大了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望着同事们殷切的目光，我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全说了出来。特喵的，倒反天罡啊！必须让你老公净身出户。今年年会我们就定三亚，下午出发，不愿意去的带薪休假回家。我懵了，不是还在八卦我吗？怎么一下跳到年会上去了？老板，你这是要带我们去帮潇潇整死她老公和小三吗？我从业5年，从无败绩，这一趟我保证让你顺利离婚。且从小练武，上届武术冠军的牌子还在抽屉里躺着。我也去。
你一个只懂电脑的去干什么？带上我，你老公跟小三800年前的聊天记录我都能找出来，挂大屏上。可要论骂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我能让他祖宗3代都嫌丢人。老板，机票已经订好了，这一趟就是冲着让那对狗男女身败名裂去的。半个月来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孤军奋战。齐伟以为能把我吃得死死的，可他绝对想不到，我身后站着这样一群人。你老公住哪家酒店，你知道吗？那对奸夫淫妇一定防着陈潇，让小许出马黑了他们手机，看看酒店定位。不用，跟我来。这傻缺故意给我晒图，可他这一晒，也把自己的位置晒了出来。我拿他照片里的建筑一扫，再用地图定位，酒店地址就出来了。半个月前，我在地下车库撞见他们时，身边只有我自己。今天，我带着全公司来了。到了酒店，我出示身份证和结婚证，从前台查到了房间号。潇潇，不得了啊！你这捉奸专业的，连房间号都查清楚了。走，姐妹们，陪我去给渣男贱女上一课。站在房门外，我反而平静了。半个月前，我还是一个人，可今天我身后站着全公司。先确认情况，无论看到什么都别主动动手。赵小群没有撒谎，他和启维果然正在房间里亲密相处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陈晓，你有病吧？带这么多人闯进来干什么？抓奸，你说干什么？别动手，先固定现场情况。陈潇，你追到三亚是不是舍不得离婚，想求阿伟回去？立刻带着你的人出去，否则我叫酒店报警。可以报警，正好让工作人员见证。我来找拒绝沟通离条件的合法配偶，没有砸东西，也没有伤人。所有人站在门口，不碰私人物品。小许，把时间和现场完整记录。求他复合，我图他年纪大，还是图他买男性保健品？我不要的破鞋，也就你拿去当宝。当着我们的面还敢动手！你们人多欺负人少是吧？我马上叫人！表哥，我被一群人堵在酒店，你快带人过来！先别急着搬救兵，我们之间的账还没算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算账？阿伟爱的是我，抢别人老公还抢出优越感了？一群打工的也配教训我？打工怎么了？我们靠自己挣钱，总比靠别人老公买包强。阿伟愿意给我，你们就是嫉妒。我不嫉妒，我只是提醒你，他送出去的钱里可能有我的一半。小姑娘，嘴这么脏，是出门忘了刷牙，还是老子从来没洗过？你一个扫地的，轮得到你说话？我扫地，所以最会分辨垃圾。你这种忘恩负义，专挑别人家里钻的，我见一个少一个。人家拿彩礼救你的命，你转头抢她丈夫，良心卖了多少钱？够不够你买那件豹纹战袍？都给我闭嘴！这是我们的家事。好，那就按家事和法律来谈。电影票、酒店订单、转账记录，还有今晚的现场录像。齐先生，你还要说只是普通朋友吗？出轨又不犯法，你们能把我怎样？我们不是来给你定罪，是来结束婚姻。你拒绝协商，我只能把证据交给法院判断。这些订单都是你偷查的，不能算证据。账号归属、获取方式和证明力由合法程序审查。你可以质疑，但不能假装记录不存在。出轨不等于自动净身出户，但隐瞒、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以及擅自赠与大额财物，可以依法追查。我只要女儿的抚养权和我该得的财产，是你先逼我净身出户。那份协议你爱签不签？2条路：重新协商或者诉讼。真进法院，你给赵女士花的每一笔钱，我们都会要求说明来源。这是阿伟自愿送我的，是不是有权支配的个人财产，要看证据，不由你一句自愿决定。我表哥到了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走。就是你欺负我妹妹，现在道歉，我还能让你站着出去？我们已经通知酒店安保，你最好别乱来。吓唬谁呢？这是三亚，不是你们公司。我们不和你打，你每做一个动作，监控和手机都会记下来。录像设备别碰，滚开！
放手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，只知道是你先动手。全过程已经录像，继续闹，等警察来处理。酒店安博马上到，你再动一下试试。这次算正当防卫了吧？控制住他，别追打。是他们先闯进房间的，抓他们！从你表哥进门到先推人、抢设备，全拍下来了。双方有纠纷，应通过协商或诉讼解决，任何人不得抢夺设备、威胁或动手。我们配合调查，也会承担该承担的责任。陈潇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离婚，孩子归我，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。凭什么孩子必须归你？女儿从出生到现在，吃饭、上学、生病，哪一件不是我管？你连她老师叫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是合理方案，你若拒绝，我们马上准备诉讼材料。房子不能给他，阿伟，你别签。现在是你离婚，还是他替你离？赵小琪，你闭嘴！我是在替你保住财产。他这么着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房子已经写他名字。房贷大部分已用夫妻共同存款结清，陈女士要求取得孩子主要抚养安排、房屋归属及补偿按双方真实出资重新协商。我可以同意孩子主要跟他生活，但房子不能全给。可以谈，我从没要求不合理的东西，但你想让我带着女儿净身出户，不可能。协议内容不能让公司任何人知道。我不会公开你的隐私，但律师和必要工作人员必须参与。你没有资格用保密阻止我取证。材料只用于协商和合法程序，这一点可以写进协议。齐先生，我们明早还要开年会，没空陪你反复变卦。好，我签新的协商意向。不行，这是我的婚姻，轮不到你决定。别急，夫妻共同财产的账谈了，我们之间的账还没有。这2年，齐伟给你转账、买包、交房租，合计20多万，请说明哪些属于他的个人财产。他愿意给我，关你什么事？如果来源涉及夫妻共同财产，陈女士有权依法主张。我们会正式发函，不会在这里逼你付款。你们就是仗着人多威胁我。人多不是威胁，证据才是。我不是只给了你10万吗？怎么会有20多万？你现在跟他一起查我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连20万都舍不得。我问的是为什么金额对不上？有些东西我转卖了，又不是花你的钱。每一笔都有支付路径，要不要我一项项念？不用在这里吵，正式清单会发到你手里。3天内回复，拒绝协商，我们依法处理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不能拿走1分钱。我没有逼赵小琪当场还钱。沈巍说，越是愤怒，越要把每一步走稳。潇潇姐，你刚才怼他们的时候太帅了，就是下手的机会太少。你还嫌少，差点就要陪人家去派出所过年会了。谢谢大家，没有你们，我可能还在家里被那份净身出户协议吓住。谢什么？帮员工维权也是团队建设。有新消息，赵小琪刚刚发邮件同意核对转账，并退回无法说明的部分。这么快就怂了？他怕的不是我们，是证据进法院。怕规则，说明这一步走对了。赵小琪还撤回了3笔虚假说明，承认其中2笔房租是齐伟支付。这只是开始，回城后还要核对房产、存款和孩子安排，任何口头承诺都不算完成。明白？这一次我不会再因为心软漏掉任何一项。这趟年会第1件大事算办成了。别急，还有第2件。三亚文旅数字推广项目，原定明天只吃饭，现在客户临时通知要提前听方案。这不是市场部负责的吗？方案最初是你写的，你休产假后才转给别人，没人比你更熟。为了家庭，我放弃过升职，也放下过这个项目。没想到离婚第1天，他又回到我手里。陈潇2年没碰核心项目，临时让他上，风险太大，所以我让他和你共同负责。
共同负责可以，但主讲必须是我。客户不会把预算交给一个家庭变故不断的人。我的家庭已经在处理，方案是否合格看内容。你担心我拖后腿，就把最难的部分交给我。不争嘴上输赢，明天谁的方案更好，谁主讲。客户要是不同意呢？给我1晚，我用方案说话。数据我来更新，竞品案例我整理，授权和素材风险我审。团队感情好，不代表能拿下客户。客户方负责人到了，他说只见老周，不见陈潇。我没想到客户方负责人竟然是齐伟。你们公司没人了吗？让一个刚闹完离婚的女人做项目，她的婚姻状况与专业能力无关。齐总，这是我重新整理的成熟版本，可以直接介入执行。这才像专业方案。连内容都没看就决定，看来你凭的不是方案，是人。我是客户，我有权选择对接人，我只跟老周谈。齐总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三亚项目最初的用户模型、内容路径和预算框架都是我做的。你可以不喜欢我，但不能拿项目替私人恩怨出气。2年前的方案早过时了，所以我已经重做了数据。三亚淡季客群从情侣游转向亲子和银发家庭，旧投放方案至少浪费20%预算。客户说不需要，就别浪费时间。谁说我不需要？陈潇，把你的新方案讲完。旧方案追求曝光，新方案把预算集中到真实预定转化。第一阶段不做大明星，先用家庭路线和本地商户联动。预计提升多少？保守估计，淡季订单提升15%，但前提是客户方开放真实后台数据。张口就要核心数据，你承担得起泄露责任吗？权限、用途、保存周期全写清楚，我们只看脱级数据。可以。这些想法，我之前也和陈潇讨论过。2年前，你说亲子客群消费低，坚持删除这一页。方向是团队共同判断，不能因为现在数据变化就全怪我。我没有怪你，我只是纠正这是你想法的说法。谁提出谁删除，系统都有记录。项目可以共同完成，功劳不能靠抢。继续看执行预算。团队方案谁提的不重要，对客户不重要，对公司内部考核很重要。明天下午正式竞标，陈潇主讲，老周辅助。唐总，我反对。反对可以，拿数据证明他不行。你故意当着唐总的面让我难堪，把工作带进私人恩怨的人是你。你以为赢一次发言机会就能翻身？至少我靠方案，不靠抢别人的位置。阿伟，别跟他真生气，影响我们的宝宝。我怀孕了，阿伟妈妈说，等你们离婚就给我办婚礼。小姐，别在公司项目面前说这些。怕什么？他早晚要知道。恭喜，只是孩子改变不了财产性质，也改变不了明天的竞标结果。阿伟马上升区域总经理，你一个普通员工拿什么跟他比？所以你最好祈祷，他的升职靠业绩，不是靠在会议室打压前妻。陈潇，工作归工作，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。先把私人关系带进评审的人不是我。你装什么不在乎？我确实在乎，现在我更在乎明天怎么赢。明天先去办离婚，竞标不许你帮他。请双方确认财产与子女安排，按程序办理后续手续。都谈好了，还要确认什么？无关人员请不要干扰。孩子安排、住房补偿和债务清单都要双方人核对，任何第三人不能代替决定。孩子教育费用这一项需要写明承担比例。以后再说不行吗？口头说过的话，你已经反悔太多次。竞标的事儿，你退出，我可以在房屋补偿上多让一点。拿夫妻共同财产换我放弃工作，你还是这么会算？唐总只给一个机会，你输了，连现在的位置都保不住。这不是你威胁我的筹码，那就各凭本事。陈潇，你别以为老板帮你就能赢。阿伟是客户负责人，他一句话就能让你出局。那我更想看看，他敢不敢当着所有评委的面徇私。
潇潇，出事了，客户后台权限被取消，下午按没数据了。昨晚签的临时权限，半小时前被客户管理员关闭。为什么撤权限？数据安全符合，正常流程。偏偏在竞标前3小时复核。没数据就做不了方案，说明你能力也就这样。我们可以投诉权限被无故撤回，但流程赶不上下午竞标。先留存日志，项目要救，责任也要查，2件事同时做。对，不能为了赶方案就把对方越权的证据丢掉。我手里有去年存档，你退出主讲，我可以共享。去年数据已经失之，那你就空着手上台。还有别的办法吗？线上数据没了，就去线下找。3个小时来得及吗？需要多少人？全公司配合。来不及也要做。真实的50份访谈，比过时的5万条数据有用。50份问卷就想赢，做梦！这些结论和去年有什么区别？成熟方案风险更低。我们带老人孩子，不知道哪些路线少走路。平台曝光很多，真正到店的人很少。临时访谈会不会只挑了支持你们的答案？全部原始记录已经匿名上传，包括反对意见。有人认为家庭路线太麻烦，这正是我们需要降低决成本的原因。 63份记录，1份没删。客户买的不是看见三亚，而是省心地玩三亚。新方案增加家庭路线预约、无障碍信息和商户核销闭环。样本只有63份，够吗？不够得出最终结论，够发现旧方案从未解决的问题。正式执行后，我们会用脱敏数据继续验证。陈潇在离婚，家庭情绪很不稳定，我质疑他能否长期负责。齐经理，你是在评方案，还是公开讨论客户无权过问的员工私生活？这个问题我也想听你回答。我是担心项目稳定。那就谈交付能力，别谈婚姻。陈潇过去3年的交付记录我已经提交，没有一次延期。婚姻结束不代表职业能力结束，恰恰相反，我现在能把全部精力用在项目上。陈潇团队进入最终合作谈判，老周方案淘汰。他的数据根本不完整，而且他动用了全公司替他做问卷，成本根本没算进去。现场调研计入清标工时，预算明细在附件。你若认为不合理，可以指出具体一项。他知道数据不完整，也知道下一步怎么验证。你拿着完整旧数据，却没有一个新问题。权限是你撤的，对吗？你有证据吗？客户审计日志恢复了，撤权限的账号就是你的管理员账号。这一次，日志会替我说话。唐总已经要求导出完整日志。小潇，孩子被齐伟接走了。没经过我同意，为什么把孩子接走？我妈生日，见亲孙女儿怎么了？可以见，但必须提前说。老师找不到孩子，我妈急得报警。我是亲生父亲，接一次孩子还要向你申请？不是申请，是告知。孩子不是你想带走就带走，想送回就送回的物品。你别在孩子面前闹。他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他越安静，我越知道不对劲。宝宝，今天开心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小孩子磕磕碰碰很正常。宝宝，告诉妈妈，是不小心撞的吗？不是，是琪琪阿姨捏的，她还让我不许告诉妈妈。齐伟，赵小琪现在在哪儿？目前以软组织损伤为主，孩子情绪紧张，建议先安抚，不要反复逼问。妈妈相信你，不怕。妈妈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奶奶说告诉你，大家都会不高兴。你没有错，任何人让你疼，
让你害怕，你都可以告诉妈妈和老师。这句话也要让学校知道，避免任何人再次未经确认接走他。医疗记录保存好，我们先报警，再申请调取餐厅和停车场监控。我要他付出代价。那就更不能冲动。你要保护孩子，不是给对方抓你的把柄。妈妈，手表会录声音吗？会，只要记录还在，我们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妈妈抢我们的房子，你还敢叫我阿姨？小孩子哭2声怎么了？别影响他肚子里的孩子。足够申请进一步调查了。陈潇，把录音关掉。录音不能证明是他动手，那就让监控和调查证明。一个小孩子的话，你们也信？他就是不喜欢我。就是你捏我。小姐，你到底做没做？我怀着孕，怎么可能欺负她？怀孕不是否认证据的理由。餐厅走廊监控已经申请调取，请相关人员配合调查，不要继续刺激孩子。录音里为什么有你的声音？你现在怀疑我？我问你为什么？他把我害成这样，我只是吓唬一下他女儿。你管伤害孩子叫吓唬？我不需要他突然良心发现，我只要从今以后，没有人能再随便带走我的女儿。监控找到了，画面比录音更清楚。相关情况将依法处理。孩子后续接触安排是以安全和身心健康为先。在新的书面安排确认前，任何人不得擅促从学校接走孩子。我是他父亲，父亲不是告知监护人就把孩子带走，更稍后先替施害者找借口。探视提前预约，初期由可信任家属或第三方陪同。违反约定，陈女士保留依法申请调整的权利。凭什么连我也限制？凭你伤害过他，不过是一块淤青，你要毁掉我的生活吗？对你是一块淤青，对孩子是最亲近的大人没有保护我，我不会替你把这件事说小。请停止争执，后续以书面安排和调查结果为准。从今天起，双方婚姻关系正式解除。项目合同通过，婚离了，项目也拿下了，今天双喜临门。从现在起，陈潇担任三亚项目负责人，直接向我汇报。他只是赢了一个试点，凭什么跳过我？你可以质疑我的方案，但别再拿资历替代结果。试点1个月完不成15%增长，你敢负责吗？敢，如果完不成，我退出负责人岗位。潇潇，客户权限还在齐伟手里，这个赌对你不公平。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把权限写进流程，不再让任何个人卡住整个团队。目标可以承担，但公司也会提供资源，不让负责人单打独斗，没必要拿职位赌。不是赌，目标是我定的，我就对目标负责。好，那我等着看你怎么收场。项目目标我负责，但所有问题必须公开，谁都不许替我瞒风险。客户方也更换了项目负责人。唐总让我继续负责客户侧执行，陈经理，以后请多关照。工作按合同和流程走，私人关系不影响项目。有些数据只能当面交接。今晚8点，你一个人来我办公室。涉及项目的数据，请在双方项目群留痕。必要会议，双方至少2人参加。以前我让你做什么，你从来不会这么多规矩。以前我是你妻子，现在我是项目负责人。正因为吃过没有记录的亏，我才更清楚流程的重要。以后双方会议自动生成纪要，谁都不能私下改口。你是不敢单独见我？我是负责人，不是来证明胆量的。陈潇的要求合理，以后权限变更、预算调整必须双人确认。你把客户得罪死了，1个月目标怎么完成？靠讨好个人拿下的项目，也会因为个人翻脸而失去。我要的是机制。第一批试点商户拒绝加入，他们说方案要求太多。明天去现场，一个个谈。12家全拒绝，你打算先谈哪家？最难的那家。
又是让我们打折让平台抽成，我不参加。不要求降价，我们帮你把招牌菜、停车位、儿童餐和老人用餐信息一次讲清，让真正需要的客人找得到你。说得好听，上个平台1年，拍照的多，吃饭的少。63个家庭里，41个因为不知道是否有儿童椅，直接放弃老店。就算有人来，你们平台抽走1成，我还是不划算。按真实核销付服务费，不卖流量包，不收进场费。客人没到店，你不花钱。每天后台都能看见订单来源，不再让商户猜钱花去了哪里。我们先试7天，核销不增长，公司承担物料成本。客户没批准你承诺成本，试点费用在合同机动预算内。我是客户负责人，我不同意。合同写得很清楚，你不能一句话推翻授权。你们内部都没谈好，就别来耽误我。等你们统一意见再来。林叔，给我10分钟，我不用客户新增1分钱，也能完成试点。预算都被我冻结了，你拿什么做？就用这些。不拍昂贵广告，讲这家店3代人的故事。游客扫码就能看菜单、停车和无障碍信息。制作由我们现有团队完成。7天能见客？每天公开核销数据，没效果随时停。我给你7天。林老板，未经客户审批的试点出了问题，由他们公司自己负责。责任边界已经写进补充协议，你可以审核，不能用一句有风险否定所有尝试。我只看一件事，7天后店里有没有真客人。2个小时核销18单。陈经理，你们这是拿我给别人引流？先把码撤下，我马上查。链接在10分钟前被改过，操作来自客户侧管理员账号。能改这个链接的人不超过3个。你又想说是我？操作账号的尾号就是你的工号。原始日记已经备份。账号是公用的，谁都可能操作。登录需要你的动态验证，设备也是你的办公电脑。你们非法查我设备！这是客户授权的项目审计日志，不涉及你的私人信息。齐伟，你要针对我，可以在会议上反对，拿商户和游客的体验报复，越界了。是不是他做的？有审计查。现在先恢复链接。没有客户权限，他们恢复不了。门口已经有游客因为跳错页面离开，再解决不了，我立刻退出。给我10分钟，离开的客人我们逐一解释，错误点流产生的费用由项目组核对承担。先就现场，再追责任。所有人停止争吵。我们准备了应急短链。陈潇，今天之内把损失降到最低。齐伟，暂停你的管理员权限，配合调查。唐总，你信他不信我？我信日志。链接恢复了，可核销量还在掉，网上突然出现大量差评，说林叔的店欺骗游客。这不是一个人的报复，是有人要整个试点失败。内容几乎一样，账号也都是刚注册的，不跟异常差评对码，联系真实到店客人，邀请他们自愿评价，同时把核销规则、菜单价格全部公开。等你慢慢澄清，7天试点早结束了。如果直接买好评，速度会快很多。不买，用虚假评价反击虚假评价，只会让我们和对方一样。按陈潇说的做，把真实消费凭证和处理进度公开，慢一点也要站得住。所以还要找到信息泄露点，对方知道上线时间、试点商户和页面结构。这些资料只有内部项目群有。所有人提交文件访问记录，包括我。你们怀疑自己人，这种团队还怎么做项目？经得起核查，团队才能继续走。先冻结外发权限，避免资料继续泄露。正因为是团队，才用记录还每个人清白。哼，有个账号在竞标前把方案下载到私人邮箱，下载人是老周，把他叫回来。老周已经提交辞职，还带走了客户名单。公司资料不能带走，请现场核对设备和文件。我自己的客户，凭什么不能带？客户在公司合同里不是谁的私产。这些客户都是我喝酒应酬谈下来的，公司凭什么坐享其成？公司付工资承担本签署合同，你的贡献会结算，但不能把公共资料复制给竞争对手。个人贡献与资料归属是2回事，请不要混淆。陈潇，你一回来就抢我的位置，现在还想断我后路？我没有抢，方案是我做的，竞标是我赢的，
试点也是我在救。下载方案，外发邮箱，批量导出客户信息，你必须解释。是我发给星图公司的，他们给的价格比你们大方。相关证据已经保全，公司会按合同和法律处。没有我，你们连本地渠道都进不去，等着项目烂掉吧。林叔说，星图公司愿意免费投放，还保证3倍客流。他们开始想试点商户了。12家商户只剩3家，你还坚持吗？剩1家，也把结果做出来。零服务费，免费拍摄，还送首页推荐。陈经理能给的，我们3倍给。生意人谁都想选便宜的。前3个月免费，第4个月开始独家抽成，提前退出还要赔全部制作费。免费期足够林老板赚回来，违约条款只是防止合作方反复横跳。那就把抽成比例和退出成本放到首页，用同样大的字写清。陈经理说的对，真划算，就别怕我看懂。行业都这么做，陈经理别故意吓人。我只把小字念出来。这行小字，我差点真没看见。林老板，错过首页推荐，别后悔。我先把陈经理的7天试完。你守得住1家，守不住整个三亚。老周把你所有方案都给我了，那就看看明天谁先拿到文旅协会的扩展名额。扩展评审不是下周吗？明天评审，现有团队根本铺不开12家商户，那就扩团队。一晚上去哪儿招人？本地有很多生完孩子、照顾家庭后想重返职场的女性，她们熟悉家庭客群，也熟悉本地生活。临时招人，能力靠谱吗？先做实战测试，不看空档期，只看能不能解决问题。薪资和正式员工一样，考核也一样，不能一边说给机会，一边只给廉价岗位。如果试用不合格呢？正常结束试用。尊重不是降低标准，是给同一套标准。我5年没上班了，你们真的不介意？我也因为生孩子离开过核心项目。我们只看今天的表现，带孩子出门，安全比拍照重要。明天跟我去评审。你带一群家庭主妇竞标，我等着看笑话。陈销团队只有3家试点，凭什么申请扩展？我们不比签约数量，先看真实核销和复购。样本小，随时可能是偶然。所以我们带来了标准化执行流程。你们的新员工平均职业空档超过3年，如何保证服务稳定？空档期不等于能力空白，我们用统一培训、双人和现场扛考核，保证晒稳定。家庭游客先看安全、动线和服务承诺。我们为每家商户建立儿童设施、老人友好和投诉响应清单。家庭主妇的经验也能叫标准？能解决真实问题的经验就是专业。请继续。2家公司各选1家新商户，现场完成改造方案，下午看结果。我要这家。你输定了。位置偏，房间旧，你们怎么推广都没用。这里离自然课堂基地只有10分钟，厨房还能让孩子做当地点心。以前也有人帮我拍视频，热闹3天，最后还是没人住。所以这次不只拍视频，预约、路线、餐食和体验打成一个产品，客人付的是完整行程。先做5组家庭，不盲目接满，确保每一步能落地。不包装成豪华民宿，改成2天1夜亲子自然营。改造要花多少钱？先不装修，重新设计动线，补齐护栏、照明和安全提示，再联合附近农户做体验。你们没有追求拍照效果，为什么？再漂亮的照片，也不能拿孩子安全冒险。不可能，一定是刷单。所有订单都通过实名核销，倒是星图那边有30笔场订单被平台拦截。订单异常和我公司无关，是平台误判。异常订单来自同一批设备，收货号码全部为空，平台已经启动复核。评审看真实服务，不看虚假数字。星图资格暂缓。是他故意陷害我。他和平台技术人员是一伙的，想做什么记录都可以。我只有商户侧查询权限，没有订单生成和拦断权限。权限表已经提交评委。无证据指控对手，同样和载入诚信评估。我没有权限制造你的订单，也没有必要。我们的真实核销已经超过目标。我们赢了，只是拿到入场券，真正的交付才开始。客户要求从3家扩到30家，1个月内完成。我们现在的人手最多管15家，
那就把昨晚通过测试的人全部叫回来。临时团队能扛住30家吗？不是临时团队，通过试用就签正式合同。30家一起出问题，足够把你永远踢出行业。那我就让30家都不出问题。先整理发票，订盒饭。项目数据你们看不懂。陈经理让我负责商户安全清单。几年前没上班，一来就碰核心工作，公平吗？不公平，所以所有岗位统一考试，谁成绩高谁负责。我们加班几年才进项目组，他们一次测试就能进。他们先签试用，薪资目标和淘汰规则全部公开。你若觉得考核偏袒，可以参与出题和林兰负责风险审核，小冯负责数据执行，互相负责。他只是碰巧发现，那就在项目里证明你更强。这里不按年龄、婚育和空档期排座位，只按结果。我也不需要照顾，做错了你照样批评。30家商户的上线资料被人匿名投诉全部不合规，客户要求明日前重新复核。12个小时，全部重查。投诉里混着真假问题，逐条查完至少2天。先按安全、资质、宣传3类分级，高风险立即下线，低风险边运营边补。每条回应必须附材料，不能为了赶时间写已整改，这样速度至少慢1半。但不会明天又被同一个问题打回来。就按这个方法，编号只出现在老周外发的旧方案里。建立回应矩阵，同类问题一次举证，不重复浪费人力。说明投诉方拿的是旧资料，我们用最新版逐条回应。如果我答不好，会不会连累大家？你昨晚发现了3处真风险，专业不是会被漂亮化，是知道哪里会出事。这家亲子餐店为什么暂停上线？后厨资质齐全，但儿童区出口被展示架遮挡，整改前不能接家庭团。挪个架子而已，你们害我少1天生意。如果发生紧急情况，损失的不只是1天生意。以前检查也没人说有问题。完成整改需要多久？半小时，整改完立即复核。以前没发现，不等于今天可以继续挡着。整改只需半小时，我留下来帮你恢复营业。暂停不是处罚，是在事故发生前把问题解决。线上页面还写着全天开放，我马上改。我负责线下，你负责线上，我们一起复核。谁说空档5年就不能专业？我要的就是这种执行。潇潇姐，网上有人发帖说你利用离婚报复客户负责人，还带着公司上门闹事。侵权录像里，你带10几个人堵在客户兄经理房门外，属实吗？属实，那是公司年会期间处理我的婚姻纠纷，与项目投标无关。为什么是全公司同行？是否使用了公司资源报复个人？行程本就是公司年会，相关费用按制度入账，个人纠纷部分没有列入客户项目成本。费用单据和项目工时都可核对，二者没有换用。他从离婚开始就在针对我，现在又借项目排解我。竞标规则、评委评分、权限日志、商户贺效全部可核验。陈潇没有项目外权限，也没有参与客户内部处分。那段视频是谁发布的？我不知道。原始帖子使用的照片来自赵小琪的私人账号，平台已受理侵权投诉。我不会公开孩子受伤或婚姻细节换取同情，我只回答与项目有关的事实。这也是我的意见，项目用数据评价，私生活依法处理。还有一件事，权限日志显示齐伟多次绕过双人确认，那是工作失误。审计组在门外，请你配合调查。你害阿伟停职，现在满意了？撤权限、改链接、讨论员工私生活，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如果不是你抢项目，他根本不会出事。项目不是抢来的，是竞标赢来的。你赢项目，不就是靠老板偏心，同事替你查数据？我们帮的是项目负责人，不是替他造结果。问卷、核销和评委打分都能查。团队能力也是能力，真正没资格抱怨团队的人，是只会让别人替自己收拾后果的人。网上都知道你带人捉奸，你还有什么脸当负责人？婚姻失败不是职业污点，造谣和侵犯隐私才需要承担责任。平台已经删除侵权录像，发布账号也收到处理通知。你吓唬我？沈巍会把正式函件发给你，有争议走合法渠道，别再来公司。阿伟不会放过你的。够了，小齐。公司正式解除我的项目职务了。审计给我最后一次申诉机会，
你只要证明权限变并是沟通误会，我还能保住工作。日志不是误会，我们夫妻这么多年，你一定要赶尽杀绝。我没有举报你，也没有参与处分，我只是不会替你撒谎。你说一句当时沟通混乱，审计就会从轻处理。可当时并不混乱，你明确撤回权限，还在电话里说我没有数据就做不了方案。你竟然把我们的电话也留着。项目电话自动形成记录，这是你同意过的流程。你现在有项目，有老板撑腰，当然可以装清高。我没工作了，女儿以后怎么办？别再拿女儿替你的错误挡权，女儿的生活我会负责，你该承担的抚养责任也不会因为失业消失。如果我和赵小琪分开，我们还有没有可能？没有。就因为我犯过一次错？不是一次，是出轨，逼我净身出户，拿工作压我，在女儿受伤时先怀疑她，每一次都是你的选择。没有客户资源，你那个项目撑不过3个月。规模是三亚项目的10倍，也意味着10倍风险。公司现金流撑不起同时落店5成，新团队才磨合1个月，扩张太快会拖垮所有人。而且重返职场计划投入高，培训慢，短期看不到利润。三亚试点的人员流失率更低，商户投诉响应更快。培训成本不是慈善支出，是交付能力建设。我们可以先代教，不额外扩管理层，不同时落地，先复制商户标准和培训体系，每城只做5家样板，再按数据扩展。谁去培训？由三亚项目培养出来的人去带下一批重返职场员工。你能发现风险，也能让新人听懂，你比自己以为的更有价值。把全国项目交给一群刚回职场的人，太冒险。不是交给他们，是让通过考核的人承担岗位。试点结果已经证明能力。最后一票在我这里。受天气影响，大批游客滞留，三亚项目启动应急响应。3个商户电话打不通，后台投诉已经超过100条。先推所有户外项目，按老人、儿童、普通游客分级安置。如果大规模退款，项目本月利润会全部清零。先确保人安全，利润可以下个月挣，安全事故没有重来的机会。公司承担应急垫付，财务立刻开绿色通道。亲子民宿能腾出20个房间，老字号餐厅可以送热餐，立刻对接，所有费用留痕，安全优先。没有发生安全事故，退款和投诉也开始下降。原来我们做的安全清单真能救急。流程只有真正执行才有意义，不是清单救急，是每个人都知道该做什么。刚才谁还认为这支团队不够专业？全国5城项目通过。赵小琪对转账返还和孩子伤害的调解意见也有结果了。赵小琪按协议返还无法证明来源的款项，对孩子正式道歉，并承诺不再私下接触，依法解决就好，以后不用再提他。齐伟也提交了新的探视计划，全程由第三方陪同。只要孩子安全，他遵守约定，我不会阻断正常的父女关系。妈妈，我不怕了。陈潇任部门总监，林兰任培训主管。第一批重返职场员工全部通过考核转正。1年前，我连简历都不敢投，不是谁给了我们机会，是我们用结果拿回了机会。妈妈，你现在是大老板了吗？妈妈只是有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。那我以后也要像妈妈一样厉害。离开齐伟时，我以为自己只是结束了一段婚姻，后来才明白，我真正拿回来的是选择生活的权利。出发，下一站。上线2小时，订单已经超过预计的2倍。3座城市的亲子路线快满了，可商户确认速度跟不上，退款申请开始上涨。要不要继续放量？现在正是冲数据的时候。立刻暂停满负荷路线的推广入口，没有承接能力，再漂亮的订单也是投诉。首日关入口，外面会不会觉得我们准备不足？准备不足就承认，让顾客买到接不住的服务，才是真正砸牌子。空出来的家庭路线可以转到三亚试点商户，安全清单和接待流程都是现成的，可以，但必须先确认剩余容量，
不能把压力从一个城市甩到另一个城市。已经确认，三亚还能接40组家庭。那我带人盯客服，退款、改开转单，一条都别漏。退款率降下来了，50%满意度重新回到95%。最热的时候敢踩刹车，比会冲更难。项目不是跑得最快的人赢，是出了问题还能把人安全带回来的团队赢。这是什么？不是升职通知。全国项目已经证明，你不只是能做好一个方案，也能带出一支团队。公司邀请你成为合伙人。项目奖金、培训预算和重返职场计划不能因为规模扩大被砍掉。我就知道你先问这些，都写进补充条款了。分红、决策权限和退出机制都很调清，没有隐藏条件。潇潇姐，这是你自己赢来的，不是我一个人的位置。以后所有晋升、奖金和项目署名都按真实贡献记录。妈妈，快来！老板，这次年会总没有人要抓了吧？没有，今天只庆功不抓人。那我这身功夫不是白练了？你负责抢海鲜。第一次来三亚，我以为自己是来结束一段婚姻，后来我才明白，真正结束的是那个总把自己放在最后的陈潇。妈妈，你现在开心吗？很开心。全公司拍照了。风雨没有替我让路，但走过风雨以后，我终于学会自己选择方向。